嘿，能听见吗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声音怎么样？帮我听听声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很清楚啊。好，那不用家属听了。哎，屋里特别冷，屋里只有10几度啊，穿上了纪念衫。这先不回答问题啊，等有一些人再回答，看看多少人了呀？在哪儿看啊？355，这个是买的纪念 T 恤，不是参赛 T，就是参赛包里那个，参赛包里那个不长这样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一会儿估计就得把长袖穿上，有点冷。好，没有暖气，这儿就和国内的长江以南的地方一样，是没有集体供暖的，要自己解决。开的空调，因为家里平常穿厚衣服就不开空调。今天不是想穿这个给大家看看吗？没有见到会长，我没有打扰，就我没有给人家发消息，我觉得特别的，一是社恐吧，二是比较唐突，就随缘嘛。明天如果起跑区域能看到精英选手，我会去打个招呼，也只能是这样。就这次国内是除了像会长他们这种专业的以外，还来了好多人，都是各个品牌的组织。我们开始回答问题好吗？简单聊。今天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今天我们聊45分钟，好不好？聊45分钟，我少说点话。这两天话说的有点多，一会儿跟大家聊。一位叫瑶，日本有地暖吗？日本是有地暖的，但是得很新很高级的公寓，或者您是一户建自己去做，并且呢，你得通，要不然要通都市的煤气，或者是通天然气，用煤气来做。这边电有点贵，这儿我现在住的地方没有地暖。另外一位是博哥，这次准备 PB 嘛？啊，元宵节快乐，元宵节快乐！这次准备 PB 嘛，跟大家聊聊这次的比赛计划好吗？大家愿意听这个话题吗？行，那跟大家聊聊明天比赛的计划。首先是天气，明天的天气其实不尽如人意，就是至于比赛来说，无论是你要冲成绩，还是想享受一个舒适的比赛，都不太合适。这个是明天的天气，大家看能看到吗？赛道一会儿，赛道是下一趴，先给大家看天气，基本上气温在5到8度，然后雨应该不小，应该不小。而且只有比赛那段时间在跑在下。雨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，而是风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风，能看清吗？主要明天是会刮北风，然后呢，一会儿结合赛道咱们再说。赛道的话是这样的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有一张比较清楚的赛道图，长这样。
你们看到最后这儿，就是最后从这儿一直往北到大阪城，抱歉，我这一看自己的我就左右反了，这样进大阪城就结束了。最后这一条路一共有大概是几公里啊？大概是5公里的样子，一直是向正北，等于最后的从35公里到40公里，应该是一直是逆风的，风速大概是5米/秒的样子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就这一段，最后的7公里的前5公里一直是向正北。对，大河原先生也说，每年的这一条路基本都是逆风，会比较难跑，而且这条路很枯燥，两边相对的不是那么的发达，人也不多，路也不宽。然后呢，过这个过这个河的时候是有一个小拱桥的，还挺艰难的，拱桥特别的短。然后对，温度其实也略微有点低，这个温度下容易大腿后侧抽筋儿。今天跟大阪城碰到小伙伴沟通，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温度下会有大腿后侧。为什么波士顿抽筋了呢？其实就是因为低温，就温度太低了。就是最后一波大雨下来，一下体温特降低，然后就不行了，然后你就会失去控制。那这个位置，最后这位置是非常难顶的，这5公里只能放空，然后去顶。对，不算天时地利，只能说人和。对，为什么不能说天时，不能说地利呢？就是这个赛道在这儿，这张图不是太清楚。这个大坡在这儿，这个地方是31公里开始，这个大坡。这个大坡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比方说您家住在6层，假设住在6层或者5层，在您家350米的距您窗户350米的地方，一个大斜坡一直通到您家的窗户，这个坡的陡的程度大概是这样。之后就是目标吧，这次的目标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可以认真的试试 PB，但是呢240是要随缘的，240要随缘了这次，因为我觉得不现实，因为之前一直开玩笑说下雨就好了，下雨就好了，但是真的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小遗憾，但是也没关系。就是我就说这一年我来到大阪，大概到今天为止是1年零24天，到明天是1年零25天，我把这个城市的半马和全马，反正肯定是可以完赛的，对吧？都跑完了，我就觉得就还可以了，因为我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才跑完。这衣服是博览会买的纪念衫，我这是 M 号的，所以明天的目标就是尽力而为吧。我会按照3分45的配速起跑，我会按照3分45到3分47之间的配速起跑。你们给大家看一个，就是 RQ 这个不用付费的微信小程序，就叫 RQ Run， 它里边是可以帮你算配速的。你看我这儿有3个时间，各位能看清吗？有2个时间，抱歉。这是大概明天的计划吧。第一顺位当然是第一计划，但是虽然它算出来是3分47，但是真的想进的话，应该在3分45左右吧。然后第二计划其实不是我的 PB， 是比 PB 还要快10几秒的样子。第二计划就是3分53，你们看，其实就差了3分钟、4分钟，平均配速就能差很多了。然后第3个是我的半马当时的一个计划。
对，它有点跟奥森南北园之间的那个坡的陡度差不多，但是很长，有点长度大概就和您说的那个林翠桥右拐上那是几环？5环还是4环？4环的那块差不多啊。会跑京都马拉松吗？我明年会去跑京都马拉松，因为京都马拉松是先到先得，好像是不用抽签的。我挺喜欢京都那个感觉的，它最后终点挺漂亮。但是下次跑马拉松，不管跑哪儿都不冲成绩了。我下次唯一一次需要成绩的马拉松，应该是如果今年去跑北京，我会把北京跑进2小时45。跑进2小时45的话，就是9星嘛。下次跑全马会是哪场？下次跑全马很有可能是今年的北京，然后之后是台北，然后明年的话就有可能是京都，就是上个周末的京都，然后明年的下半年应该是悉尼，目前是这么定的。我不是把这一场当成最后一场冲成绩，大家可以听听我的不成熟的心理建设，是这样的，是是说这一场是短期内，我认为我最后一场去拼240，不是说冲成绩，是拼240，因为拼240是要付出成绩，是要以成绩牺牲为代价的。因为2022年我跑北京就是按照240去跑，跑到32公里的时候就差了20秒，因为特别冷那天，一开始起跑有点慢，当时差20秒。之后就不行，之后就到了36公里，差了40秒，我就放弃了。但是一放弃，最后就跑到24504。就是你要是想冲240，最后你肯定不如你不冲240去跑一个比较舒适的配速，成绩好的。我自己分析，我现在可能3分50多的配速应该是就算是很舒适吧，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，不出意外。但是3分45就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就是今年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努力冲240，然后之后呢，不行的话就沉下心来练2年，就是顺其自然，也许就不攻自破，这是我的不成熟的观点。然后这个手环就是防止你冒名顶替的，因为比赛当天你不能带证件，也不带手机。就他在博览会的时候，不光是大阪有，像柏林也是这样。东京好像没有，我记不住了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就是给你带上，你不能摘，因为它这你也不能摘，你摘等于得破坏它，你一破坏你就带不上了。明天比完赛领完最后的东西才能摘。对，这是我的一个想法，对于马拉松，因为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你现在构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离你差不多远，就是你将将能够到，一次够不到，2次够不到就算了，就先别较劲。这就跟小时候非要蹦起来摸篮筐一样，有长个高的小朋友啊，当然跟我没关系，就是你今天摸不着，明天摸不着算了，再长2年个，啪一下你就摸着了，你们说是不是这道理？对吧？那这衣服是博览会买的纪念衫，这网上也能买。赛前补碳水这个事儿，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几次，基本上就是我是从上周日开始，午餐晚餐就零碳水不吃，早餐吃，但是因为早餐不吃碳水实在没得吃，吃的很少。我那个血糖那个到期了，我也摘了已经。然后之后呢，到这周四，从周四晚上开始恢复吃碳水，然后昨天和今天是使劲吃碳水。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先把这几个回完。Insta 360 Go 3今天 Parkrun 跑的时候尝试开启，但是没录上，挺遗憾的。对这个东西，Go 3我觉得跟2有一个挺大的差别。它别帽子上的时候，2带的是靠震动告诉你开始了，3是响声那个我觉得不如震动。来美国跑休斯敦马拉松吧，赛道平容易 PB。我其实是有些小伙伴是会为了 PB 去找一场好的赛道跑，但是我不是那种性格。就说真的，我不会，我对 PB 没那么，我对成绩和 PB 其实，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我对我的成绩和 PB 是没有执念的，就我不追求的。我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我追求的是，就是我至少给自己留下点什么。所以呢，我才觉得说比赛我要全力以赴。我追求的可能是比赛能够全力以赴，并且达到
达到全力以赴的状态。就像今年的波士顿，去年的波士顿，抱歉，我虽然最后跑崩了，跑了2小时50多，那几乎就是在我现在看来就是跑崩了，因为我抽筋走了大概有200多米，在那站那儿停就停了2-3分钟的样子，就一步都走不动当时。但是呢，那场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全力以赴了，我实现了我的目标。之前的东京马拉松就是我悠着跑，就很轻松加愉快，2小时47完赛的。但是我跑完以后没有那种拼搏感，就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我的感觉。包括2022年的北京马拉松，我跑了24:50，24:5:04，但是呢，因为最后放弃了2:40，导致最后的8公里到10公里比之前的计划慢4分钟。然后我就觉得，这个比赛跑完了以后不是那么痛快，这是我的一个就叫什么比较幼稚的想法，我觉得可能是都不能说是不成熟的方法，那个想法。那帕克 run 是很吵，Go3的视频你用手机，我都是用电脑剪辑，我不用手机剪视频。我电脑现在以前用 Final Cut Pro， 现在用达芬奇，而且我软件我都自己买，因为我做软件的，我知道我做软件的软件如果没人买，做软件的人就挣不着钱了。洗衣液这事儿，我不懂。虽然我做饭吧，但是我不洗衣服。明天会带心率臂带，明天会带高驰的这个，明天会带这个 Pod。明天不带 Stride 了，为什么不带 Stride 了呢？因为我那 Stride 是2个鞋都要绑，但是问题是大阪马拉松跟东京马拉松一样是要把芯片绑在鞋上的，就比较尴尬。后来一想又下雨，就算了。我看看啊，首马，请问博哥，请问月跑上多少马拉松可以到350？这不重要吧？随便跑，只要您常年累月训练都可以的。然后给大家看看这2天比较有代表性的吃的啊，稍等。比方今天中午是在餐厅吃的，哎呦这看不清。面饭套餐，就是一个亲子饭，然后一碗冷乌冬，肉非常少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看看啊。然后昨天领完装备，在边上一商场吃的汤咖喱和米饭，只有一块猪肉，全都是菜。就这2天吃碳水，然后不吃碳水的时候，早餐大概就是这样：一小碗燕麦，这碗大概这么大，全都这么大，然后培根跟鸡蛋，远处那面包家属吃。还有啊，这也是这不吃碳水的豪华晚餐了，这已经算是给大家看看。买了一份刺身，然后呢，那个是炖的牛筋，远处的是照烧鸡腿，就只吃肉，只吃菜。像这一顿可以算算啊，我吃一半，大概是700左右，可能700千卡。然后那天不吃碳水，整了个肘子，还行吧，我做的东坡肘子有点样吧，就汁儿做少了，哈哈哈哈。这是不吃碳水的第一天。然后这个低温慢煮的羊排，不吃碳水的第2天，就低温慢煮，然后给它煎焦壳切做汁儿，菜花菜。还有什么呢？煎三文鱼、蘑菇、西兰花和菜。周4晚上开始补碳水。
没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啊，3顿都补。然后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是周六，今天晚上一定别吃多了，一定别吃多了，大概今天晚上吃6分饱就 OK 了，否则明天早上起来你什么都吃不下。然后会买2024款的 Nike 的新的背心吗？没想好呢，我还没看呢。博哥赛前能睡几个小时？我睡倒还行，我能睡7、8个小时，但是睡不踏实。去东京不带现金可以吗？肯定不可以啊，就是交通肯定没问题，然后呢，商场啊什么的没问题，但是你要是想去小餐厅吃饭，大多数还是只收现金，因为是这样，就是多的我不能说，但是这种小买卖自己的买卖，他收现金呢，自己他比较好记录，大家懂的。所以好多为什么只收现金呢？一方面是信用卡公司有手续费，另外很大的一方面是那个原因，不是要减重，就是前几天把身体耗得干一点，然后后几天补一点，你的存储的糖就会多一点。下雨如何维持状态？下雨没法维持状态，就是如果下雨，这个季节下雨，马拉松赛季一般这个气温，如果下雨就会比实际合适的气温低3到5度的样子。低温加雨，就像去年的波士顿，你是不可能跑出绝对就是你最好的成绩的，所以就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大家别祝我破240，我应该破不了，我觉得，因为天气不尽如人意。然后我对自己的评价是，我觉得实话实说，我的能力距离240可能在1分钟，就是要不然是239，要不然是241这个范围内，我实际给自己的预测，那这个是很极限的成绩，稍微差一点就不行。如果我能够预测是235或者236，那240就是可以拼一拼，其实就是这样。下雨的话，就是正常比赛怎么穿，下雨还怎么穿，这个没办法。至于手套嘛，我还没有想好，就是要不要戴，到时候感觉一下，因为戴手套在比赛中会有很多不方便，因为你手套湿了以后会不舒服，这是第一。然后呢，虽然有那种塑料的手套可以套在外边保证不湿，但是也不舒服。然后另外就是能量胶拿水什么的都不舒服，还不如就冷一点，湿度65%，温度7到10度比较适合 PB 嘛。我觉得全程马拉松的话，温度在12度左右会比较合适，10到12度会比较合适，湿度65%可能还行。至于鞋，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好。博哥用新血糖设备后的补给计划间隔有变化吗？没有变化。5.0 Pro 跟3.0 Pro 我觉得差不太多。每晚都能固定时间睡着吗？不一定都能。如果没有重要的事儿的时候，比方今天躺那没睡着，晚了半个小时40分钟也就晚了。有重要事儿的时候会吃药。对，这一位小伙说的好，未来一定可以破240。对的，我觉得我人生应该能破240，只不过可能现在有点太着急了。这几年的训练告诉我说，240对我的身体条件和能力来说，可能不是那么的简单。原来我20那就副中心那场244跑完，我想的是240近在眼前，但是没想到这么难，所以就放松心态。新加坡马拉松平均温度25到26度，配速应该降低多少？这个我觉得新加坡马拉松重在参与吧，真的那个马拉松真的不要去跑成绩，就别想配速，您怎么开心怎么来。今天会吃汤圆吗？会吃1颗。对，手套撕不开胶。给大家看看我昨天博览会的东西吧，挺有意思的。这张大的赛道图好像是大阪地铁还是哪儿发的，就是他在哪儿有加油的，
有应援的。然后这张特逗，这张是摄影师都在哪儿？吴向东会长来了，是来大阪了还是来咱们直播间了？是来咱们直播间了的话，那可以问个好。我估计您说的是来大阪了。比赛期间的温度是5到8摄氏度。这个图是哪有官方的摄影师？这个明天牢记一下，对吧？不管跑成什么样，照片还是得有。安眠药的名字除了褪黑素以外都是处方药，您一定要遵医嘱去看医生开处方才能有。然后昨天拿的这个蔻驰的臂套，它轻工代工的，我都没发现。那工作人员指着我那衣服笑，我才发现是这个。但是这臂套明天不会戴，这太薄了。明天还是戴 Nike 那个 Breaking Two 的。然后拿到的芝加哥马拉松的这张画起跑的，这是吉普图姆那一年。哎呀，看这个会长进210，我觉得明天如果下雨，这个气温他进210也很难。这551的包子啊，北方的小伙伴如果来大阪旅游，看着这些店门口排队，千万不要去吃。您可以试试尝尝鲜，买一个就行。您真的吃不惯，就是从面到馅儿都是甜的。猪肉的，我可能无锡的小伙伴能吃得惯。啊，还有什么有意思的？这个是参赛案内，就这一张纸。这个无指照嘛，这是我们跑团的手势，没有什么意思。能量胶一会儿给大家拿过来看。您跑步会放松关节吗？拖着腿跑是关节太紧吗？拖着腿跑是因为腿没劲儿啊，哈哈，不是叉烧包那种甜味儿，您就想象成普通的肉包子，但是吃到嘴里是甜的，而且那个甜呢是隐隐约约，似甜非甜。比赛戴隐形眼镜会不舒服吗？会不舒服，到后边会有点不舒服。但是马拉松了都，这就像我其实不太理解，有的小伙伴说这能量胶口味不好，您都跑马拉松了，对吧？能量胶就当药吃啊，你管它口味好不好呢？您说呢？这个还有买照片这事儿，就是今天有小伙伴问买照片，我说肯定买呀，我说记忆是无价的呀，虽然很贵，对不对？看看明天能量胶啊，准备的。明天一共有，看到董国建也要去了吗？看到了，我得一下一只手都拿起来。明天一共有5根，然后这3根是贵的。但是呢，是赶上打折买的，2根1000日元，就是2个大概40多人民币。我买了4个，有一个黑色的，就不带咖啡因的，半马那天吃了，2个咖啡因的，一个没有咖啡因的。我没声音，应该是有声音的，大家都有声音对吗？然后这2个是一个本地的品牌吧，这个是没有咖啡因的，这个是75毫克咖啡因的。这个品牌白色的是100毫克咖啡因的，30多一根的，要么是非常临期的，要不然是假的，不太可能。30多进货都进不来的，就是这个。黑的可能可以，白的肯定不可能。白的最便宜，在美国买也要大概6刀的样子吧，我估计好像是波士顿的时候。30多要么是有问题的，要不然就是有问题的。我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您自己评判。新加坡训练太辛苦了，对呀。这次跑团有没有跟您接近配速的跑友一起跑吗？本田先生说他要破240，他也在 A 区，我会找到他，如果能找到他，就会跟他一起跑。但是本田先生的伤好像没有完全好，看他能不能拼一拼。吃士力架行吗？不行，
比赛过程中固体食物基本都不行，你根本就嚼不了。博览会赠送的未知塑胶您领到没有？没有，就是我逛马拉松博览会，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啊，我就是怕麻烦，所以我从来不领各种东西，除非就给到你手边什么都不用干，或者说就是我不会说看到这儿有这我就过去拿，就我是这么一性格，也有社交恐惧的原因吧。所以人家参加博览会拿一兜子东西，我参加博览会基本上什么都没有，就草草了事，迅速的就走，就吃饭去了。然后这个胶是这样的，这五根怎么分配？跟大家聊聊。这个品牌的胶有点稀，稀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是容易呛到，如果你在很极限的时候，所以它这个是开跑前10分钟吃掉，然后跑步的时候就带这4个，然后臂套里一边臂套里塞2个，或者是一边塞2个一边塞一个，手里拿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黑色的不带咖啡因的8公里的时候我就会吃掉，8到9公里的样子吧，我就会吃掉。然后之后这3个就是16公里一个，24公里一个，32公里一个，或者是16公里、24公里和34公里。因为24到34之间有官方的补给站可以拿一个吃的。至于怎么分配呢？咖啡因多的放在16公里那一个和最后一个，然后咖啡因少的放在20多公里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明天的鞋呀，明天的鞋，其实我是这样想的，反正已经下雨和低温还有风了，不如就拼一拼，就穿160X 5.0 Pro， 不行就不行了，因为Vaporfly 3和5.0 Pro 都没有跑过21公里以上的距离，就都没有穿它跑过长距离，所以呢，我也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试试看。短袖还穿那件紫的轻功，然后臂套是 Nike 的 Breaking Two，就跟我前2天那个半马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穿着，就是换双鞋，就是这样安排。好瘦啊！我现在应该是不显瘦的状态，因为这2天玩命在吃碳水，就是糖都充满了那个状态。就是如果您是练那种健美健体的，现在是那种最不好的那个状态。一次买一大盒会便宜点，对，会的。但是其实我平常不吃，我只有比赛吃，我比赛又少。对，特步那双鞋是这样，因为特步没有40半这个号，所以我那是41的。因为穿40我又小，但是41呢，说实话它又比 Vaporfly 40半稍微大那么一点点。又下雨，我就担心会磨脚。实话实说，我只是担心会磨脚，不担心它滑，也不担心它后半程会不会怎么样。硅基血糖传感器好用吗？挺好用的，我已经录完了，然后但是没时间剪呢。PB 专用背心短裤，是啊，我挺喜欢那件背心的，除了不太经穿以外，我觉得那件背心挺好的。还认识沈无贼，就是有缘见过，就是上次东京是见过第一次，人家是大网红，之前老能刷到视频，所以我肯定是认识人家，人家可能是最近才认识了我。肌肉拉伤跑不了有什么办法维持状态？用没拉伤地儿的肌肉能做的动作尽量做有氧来维持一下就好了。对，明天的衣服就跟上个月的半马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不是大网红，我不太会经营自己的，真的。你看，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赞助我去哪儿参个赛或者怎么样，对吗？是吧？你到时间可以找个兔子，关键是最快的兔子是300的呀。您的意思是我当兔子吗？可以啊。我买了3诺的实质血糖仪，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牌子，你记下来，3诺啊。短裤穿菲比特那个吗？不，短裤穿 Oregon 那个，穿 Nike 的。因为我正常比赛的话，我是不穿压缩装备的，我穿半弹装备。压缩装备劲儿太大了，我不喜欢比赛。我喜欢比赛的时候稍微的松快一点。然
然后这个手环我后来才想起来，报名的时候是让你选你支持哪一种慈善组织，我这个是健康相关的，就是福利相关的。然后老哥那红色的是教育的，就不同颜色代表不一样的方向，看你喜欢支持哪。今天咱们聊到什么时候呢？我看看啊，聊到，哎呦，都已经半个多小时了。我们聊到2:20吧，好吗？2:20，我稍微少说点话，大家抱歉见谅。其实实话实说啊，想在博览会上遇到各种都是做自媒体的，哎，我这弹幕怎么不更新了？想在博览会上遇到各种做自媒体的小伙伴，或者在大阪城遇到，然后就能拍下来，还能发出视频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你看，所以呢，反正我就是没有提前跟任何人约的情况下，就顺其自然就是这个状态。我要是想我要是奔着那些去呢，我可能会约人家。我之前想了，是不是给会长发个消息？后来一想，太唐突了，人家来也是为了参赛的，就别折腾了。就顺其自然，祝他能210。但是明天真的，我觉得有难度，有难度。明天跟个240的小集团冲一冲，我不知道哪个集团是240的呀。明天只能找本田先生了。本田先生的英文很不错。怎么看待夜跑？夜里有时间就只能夜跑呀。不过赛前会特别剪头发、剪脚指甲之类的吗？会。脚指甲是这样，最晚周三之后就不要再剪了，因为你万一剪的超过了一个短的程度不舒服。然后剪头发呢，你们看又把头发刮了，哎，看没？我一般赛前1周特焦虑的时候就把头发刮了，刮了以后心情能好一点。我知道可以再激活，但是我没弄，因为得让人家也有点他那，而且人家其实也有防破解的手段的。嗯，第一次参加马拉松紧张怎么缓解？您越参加会越紧张的。你看我现在紧张的都要死了。达芬奇比，我猜你想说的是 Final Cut Pro 有什么优势？调色会更好一些。达芬奇要不然就是免费的那个版本，然后只有免费和付费2个版本。Studio 的版本就是有降噪什么的。运营频道这事儿慢慢来，至少博哥很真心的在分享，感谢你啊。是的，就是运营频道这事儿，我更多想的就是顺其自然嘛，顺其自然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谁知道这种事儿将来会怎么样呢？就是有好多人会说 AI 带来很多的焦虑，或者说技术进步会让人们懒惰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技术只会让人更勤奋。你看以前农耕社会的时候，人们虽然耕种很辛苦，但是一年只耕那一季或者2季，到冬天就都休息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工业文明了，人们就开始天天上班了。然后互联网信息文明了，人们就开始天天加班了。所以技术不会让人更懒惰，技术只会让人更勤奋。让人更懒惰的技术，并不是技术的错，是懒惰的人的错。这是我不成熟的观点，这个跟跑步没关系。但是您说到这儿了，我觉得可以聊一聊。就像剪辑软件，像达芬奇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就让我的剪辑变得更辛苦，因为我就想做更多的事情。跑步也一样，设备能记了更多的东西，这样您关注的东西变多，您就会觉得更辛苦。以前就是老师拿一块秒表一个一个摁的时候，那时候很简单很开心，对吧？现在就不一样了。明天哪里有直播？可能 YouTube 就有直播，你想想办法就可以看到。国内我不知道，这个因为大阪马拉松是个小比赛，赛前睡不着，真的没什么办法，就只能用药。对，Studio 那个2650人民币是可以激活2个机器，应该。佳明265和 Pace 3，如果您觉得经济完全没问题，就选265。家属会在几公里？对对对，给大家说说啊，来。
咱们还是拿这张图，大家能看清哈啊。像我家大概在这个位置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区域。然后呢，明天从这儿这么下来，到这儿的时候，大概是11公里。你们看这儿就开始折返了，先这样一个大的折返，然后呢，这儿又是我这手老指不准，这儿又是一个折返，然后呢，这儿又是一个折返，等于从11公里一直到30公里，就在短短这一条路上，我能老出现。而这一条路就我手指头量出来的这一段，大概也就1.5公里左右长。所以呢，明天家属大概就在这一块出现，然后最后到这个坡这儿是这个坡，跟着我到这儿，然后他就坐车去大阪城等我吃午饭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想问问您明天几点到场地合适？要看您是明天好像不管哪个分区都是8点半结束存包，但是它是分枪起跑，这个您自己拿捏就好吧，看手册吧。感谢家属提供的视频素材。对啊，明天下雨，家属买了一个别在背包上的加雨伞的那个夹子，这样就可以解放2只手，就只能这样。之前会在视频里说会聊聊私补的事儿，我简单说2句啊，就是如果像你们看到上次大阪半马就有人背后有号码布，这是日本各种路联注册的，他们其实要求是不能拿私补的，拿了这场比赛的成绩就作废的。其实您只要想拿名次，私补都是不允许的。像柏林吉布乔格那个，他不能算私补，因为他是在官方的补给点，只不过有人递给他，他是符合规则的。规则具体怎么写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普通人参赛私补真的无所谓。就你就办就因为你们看，我拿4个胶其实是很艰难的。以前我跑比赛都是我就拿俩，然后呢家属半路给我递2个，在我这俩吃完之后，我再把另外2个塞在身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没事儿的，真的没事儿的。那家属穿一件水蓝色的羽绒服，你们要能认出来，你们就了不起了。你们就看有一个雨伞别在背包上的，背着一个背包的人在那拍摄，那可能就是他。家属拍拍会长和董哥，那得看他能不能遇到，因为第一次见面应该可以，因为我俩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0公里，我们差的还不会太远。第2次可能就会比较远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你看10公里见我一次之后再回来的时候，11公里的时候见我一次，再回来的时候就是半马了，在半马那个折返点那儿，那折返点拐弯那儿见我一次。在这之间肯定就不能在马路边待着，对吧？然后之后呢，在去年我们观赛还拍了视频的呢，在那儿再见我一次，之后大坡再见我一次。从大坡那儿是31公里，还有10公里，我大约40分钟可以完赛。然后他可能就去大阪城那边的餐厅，那 Good Spoon， 明天不出意外应该会在 Good Spoon 吃。如果有参赛的小伙伴，我们可以在 Good Spoon 偶遇，当然时间上差不太多就行。我正在跑长距离，快20了，求鼓励，加油！下一个20等着你。盐丸准备了，盐丸就这种。但是明天这天气电解质流失不会太多，可能吃2到3粒。比赛 T 恤啊，又得折腾家属，来给拿一下。帽子太好看了，对呀，买不着了呀。金掌勺餐厅，哎呦，您懂啊？不是，这个翻译可以，明天应该会去那儿吃。这个是参赛 T 恤，给大家看看。把这弄后边。Osaka 马拉松2024，而且今年的大阪马拉松，还有这2天大阪大街上的宣传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活动。他这儿写的是，你们看这小字儿 ，Making a Rainbow Together， 什么意思呢？这2天他们这儿在弄那 LGBT， 就是叫什么？不能说鼓励吧，就是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那意思。他们大街上那广告牌都是这个。
不知道是什么活动。半马之前要吃早餐，但是马拉松之前的早餐吃7、8分饱就好了，而且一定要早吃。一个人专心干一件事情是很可怕的，博哥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对，我也觉得我在这件事上是挺可怕的，但是会伴随着一些心理的负担。没关系，明天我真的想清楚了。前两天我还没想清楚，昨天和今天我想清楚了，就是这次是短期内最后一次这么拼尽全力去跑马拉松比赛，包括全马和半马。然后之后呢，会潜下心来努力去训练去积累。就是我放着，就像一开始我说跳起来摸篮筐那个事儿，我放着它我就不摸了，我也不去试了，我就每天练，每天练，每天练。也许有一天，在你再起跳的时候，你发现篮筐变矮了，我就这么想的。跑前几个小时吃早餐，4个小时开始吃吧。明天比赛是北京时间几点？北京时间可能是8点一刻起跑啊，不对，对，8点一刻起跑，对我们是9点一刻，8点一刻起跑。不提升成绩了，顺其自然了，也不能这么说，是提升成绩的，只是我不去测试自己了。我觉得测试自己是个特残酷的事儿，测试自己，测试好了呢，下一场有压力；测试不好呢，现在有压力。就你要相信自己的训练和努力嘛。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训练和努力的话，那不如就等一等。这就像，比如你腿上绑沙袋，生火，然后呢，有一天你突然摘掉的时候，你觉得轻盈无比，那个感觉像我们这年纪小时候流行那种小沙袋，那时候总想着我再多戴一天，我再多戴一天，我再多戴一天，就是那个心理。你相信有平行宇宙吗？我不相信。我相信的是，任何事情都是注定的。我相信的是，其实是，呃，一切都是物质决定的。只不过有的东西现在是我们认为的物质，比方说这个东西是个物质；有的东西我们现在觉得是虚无缥缈、抓不到的东西，有可能它也是物质，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嗯，我是个不可知主义者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神秘的，就像你很多新鲜的东西发明之前，人们都觉得这东西是神秘的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想跟你北京跑一下，等我回北京呗，还不确定。我会去看东京马拉松。对，最后聊聊这话题，我们马上结束好吗？呃，下周四会离开大阪，周五应该下周末在东京，下周末在东京的。会去看东京马拉松，然后会去看看东京马拉松的博览会。嗯，好吧，感谢各位观众，我今天真的我少说点话，好吗？今年北马阿南爱跑步，可以的。如果您也能跑，我今年应该会去跑。这次大阪完了以后，跟家属玩一玩，休息一下，好吗？嗯，那就今天就这么着吧。我们再有3分钟，最后3分钟，好吗？最后3分钟，最后2分钟。东京马拉松有建议吗？东京马拉松赛道挺好跑的，建议全力以赴。我要是去东京的博览会，应该也是周六，就是热闹的时候去逛逛。北京半马现在不确定了，因为半马参加对我来说意义不大。我要不想冲成绩的话，我现在不太想冲成绩。北马给你当330兔子，好啊。明天应该是更新不了，明天应该来不及更新。如果我能剪完就更新，如果剪不完呢，大家就等我的动态好吗？然后后天就没什么事儿了，就只有工作的事儿了。去东京就是想玩一玩，因为正好赶上东京有马拉松，可能先去别的地儿转半天，然后去东京。这个季节去也是挺好的季节，想去那个江之岛吃那个小银鱼，现在正好是季节，好吧，有点嗓子有点干，
休息了，休息了。明天如果见到会长，我会转达各位的加油的。还有，我会跟本田先生说，大家也都在给你加油。本田先生明天要拼240的，还有好多小伙伴，平田先生要拼250，然后我们跑团还有一位小伙伴要拼242，都是挺厉害。赛后您找加入同步4抓吧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好啊，签名不可能了，感谢各位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、平安，也祝明天不管参加哪儿比赛的小伙伴都顺顺利利的，好吗？不管成绩怎么样，开开心心。那就这么着，咱们击个拳，来，拜拜。